那个建商真的都在提前反应的哦。那某某建商他就是写了什么淡江大桥通车利多，然后有些建案哦直接给他拉到7字头，在淡海新市镇那边呢7字头呢，对啊，所以台北的炒作力道还是很猛。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台北的钱太多哦，那看哪边哦，哪边有个利多哦，那个钱就灌进去，然后就直接就是形成一个泡沫哦，直接形成一个膨胀。我真的是认为像高雄这个地方哦，每次有高雄的新闻就是被酸哦，就什么旗山猪啊，说爱河福斯啊，一大堆就是被酸哦，被念哦，就这样。那可是高雄的建设哦，就实打实啊，你就看它就在盖了，然后什么时候要好，什么通通都有。那盖什么？盖就是它引入招商用的，很明确的答案都不用猜哦。所以啊，我真的是认为做高雄房地产自产的难度极低啊。闲聊时事哦，淡江大桥通车倒数，3大受益区房价预测，自产必看。先说结论哦，淡水、八里跟三芝这3个地区的房价都会有增幅，但现在进去已经晚了。我更建议的是，你现在你要不要看高雄？瞄准高雄。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买机械车位要慎重，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淡江大桥终于要开通了。那这次我们来讲一个让淡水、八里的人都为之振奋的大好消息。这个讲有10年以上了吧？那终于要通了，就是淡江大桥终于要通车了，预计是明年的5月。我们先看一个新闻哦，标题我念一下：淡江大桥举行合龙仪式。预计2026年5月通车，终于啊，这个喊多久了哦？那这一座桥的基本资料哦，淡江大桥是国际知名建筑师扎哈哈蒂的遗作哦，已经挂了哦。主桥段920公尺，耗资230.38亿元。那完工后将是世界最长的单塔不对称斜挡桥。那它现在长这样哦，而桥面的设计为双向4车道。附机车车道、人行道跟自行车道，并预留特别的那个轻轨轨道的轨道空间。那这座桥的意义在于打通淡水跟八里之间的路，并舒缓关渡大桥的塞车问题。预计通车后可以直接分担台2线竹围路段约 17% 的车流及关渡大桥约 30% 的车流。然后因为淡江大桥串联台61线跟台64线，所以你就可以直接从淡水直接上高速公路，然后就进台北市这样。也就是说，它会直接大幅的活化淡水地区的生活机能。这也是当初淡海新市镇在宣传的卖点嘛，他就说什么台北市后花园嘛。好，那再来你要知道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哪里会受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等这个淡江大桥开通以后会受益的地区主要就是3个。来，第一个淡水区，这不用讲太多。你也听很多分析了，那就是淡水可以直接通到台北市，然后淡水的房价相对于台北市现在来讲叫做超级便宜当然对那个老淡水人来讲，现在房价都涨起来，但是你就是对比到台北市叫做超级便宜。所以最靠近台北市的竹围、中古屋连竹围都已经走到5字头了。但是你说竹围5字头，相较于台北市的中古一坪已经70-80甚至到100多万起跳。它还是叫做超级便宜啊。那如果你现在要买竹围也不好买了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淡江大桥要通的啊。第二个是三芝区，新北市的三芝区三芝石门这样石门要再更过去。三芝区你看我频道讲多久了，我都没有讲过这个三芝区因为三芝就怎样，就发展不起来，然后它的交通建设几乎没有没有铁路也没有捷运。如果你要进城，那你就是进台北市，就只能够到淡水转城，或是绕北海岸一大圈就很麻烦了。那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就会多一个选项，你就可以走淡江大桥，直接进台北市。路途是会比较近没有错，但问题是从三芝到淡水还要开大概20公里，所以实际上省下的时间也相当有限。所以你看三芝的房价它还在1坪10几万非常的平易近人你说后面会不会涨？我的判断是可能就涨一点点吃到那外溢一点点的效果，但真的不会太多，因为它的硬伤实在太大了，它就没有产业那就是要跑进台北市上班那个通勤距离淡江大桥开与不开好像跟它也没什么关系。
来第三个地区八里区哦，那八里区对于三芝来说哦，就看头就多很多了，因为在淡江大桥通车以前哦，八里对外的主要道路就是2条路，第一是南下走台64接五股新庄，很塞哦，对不对？哦，然后又弯弯绕绕的，非常的塞。那第二是走关渡桥到北投区，然后关渡桥每天都在塞，所以八里人要进城真的是要翻山越岭哦。那等淡江大桥通了以后，八里地区的交通网路哦会获得极大的改善。那你往北就接淡水嘛，你往南哦就台北港嘛，你往东南五股新庄啊北来路，那往西南哦西滨嘛，就会变得突然交通上四通八达。然后八里的自然环境哦。又比台北市区好上一截啦，就有山有海哦，可以远眺淡水河，所以有很多想退休的人哦，之前就喜欢巴黎的景观，他就有搬过去住了。然后他现在的房价还是很亲民啊，对啊，中古你还可以找到2字头的，你就算不对比台北市哦，你对比林口、三重、新庄，都还是叫做超便宜哦。那有一个说法是说，巴黎有机会承接士林的外溢人口，就是北投士林科学园区的工程师啊。或未来 NVIDIA 要入驻的员工这样，这个我要打个问号。以那种等级的收入，高收入族群哦，他们会很重视学区哦，就老婆他不重视，他老婆也重视啊。那你要跑到巴黎哦，这不太可能，所以这先观察看看。我们这次哦没有特别讲林口，是因为我认为林口现在本身就已经很强了，那不用靠淡江大桥来帮忙，你知道？哦，对于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地区哦，淡江大桥叫做什么？叫做雪中送炭。哦，那对林口来讲，这叫锦上添花，那个力道就差很多。最后我们来说，你应该现在进场吗？我要先说结论，如果你之前没有布局，那你现在我感觉也不用进哦，因为明年淡江大桥都要通车了，你现在进场的话，就会面临追高的问题。当然，我们所谓的追高哦，后面哦，你时间跨度拉长到5年、10年来看哦，还会更高。但是这个就是资金的使用效率的问题。如果你是自产的目的，你要把这笔钱找地方放的话，那你与其放在淡水巴黎，你还不如直接放高雄哦。像我讲很久的亚洲新湾区，它的中古的价格哦，那种很老的中古哦，大概25年上下哦，可能跟三芝的价格差不多。然后再好一点点的话，应该也跟巴黎现在差不多。反正就以台北人来看，真的都叫做很便宜。那你就可以找到蛋黄区的房子，那买高雄重大建设一堆哦，我个人是认为更加稳健。也可以更加期待它的涨幅。那你说，可是大家在讲啊，这个未来会很强啊，对啊，讲多久了？问题就是这个啊，讲多久了？当初淡海新市镇，这个造镇计划，那很夸张它开发的面积有多大？1616公顷就是因为淡海新市镇之后的从化区都不敢开那么大，开那么大都落塞。从化区开大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也是淡海新市镇给台湾所有的市政府的一堂课，就是说。我们是说从化区会涨，到底在涨什么？就是一案叠一案嘛，从化区土地越来越少这样。可是淡海新市镇它就不是这样，他就说，你这边要涨是不是？好，反正空地那么多，我自己再拉一栋，就扯你后腿，然后稍微要涨起来，又有一栋再来扯你后腿，盖不完了。现在整个淡海新市镇开发有效开发还不到20%，就是这样太大了，这从化区太大。它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叫没有产业好像只有那个做电源供应器的跟那种做铜线的。就没有产业变成说大家就把淡水当作睡城，白天都是进厂打工的，进台北市打工的，然后晚一点的话才跑过去。然后像那个华硕、北投那边、关渡那边，那个就很好就是产业往外移那就变成说淡水刺激到了一点那个房市。淡海新市镇讲太久了啦未来会不会变强？会强啦，但是这个未来要多久才来就不知道我这样讲没有要酸淡海新市镇我要表达的事情是，这个所谓未来会强，都是想象而已。不然我问你，巴黎未来会很强，你觉得呢？请问现在有哪个百货公司或重大建设已经宣布未来就要盖在巴黎了吗？就没有嘛。但是你去看我的会员影片，已经拍多少个了？高雄未来即将会落成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你看一堆啊，真的是一堆我还没拍完呢，还有一堆10几个题目还可以慢慢拍那我也在影片中直接跟你讲说他们预计完成的时间这个就是抄作业，就是直接抄答案。与其你去赌说未知的巴黎区发展会有多好，那高雄现在的状况就是确定的，就是躺赢就这样。我个人认为这比较稳健了。好，那我们也整理一下今天讲了什么。今天我们讲了淡江大桥终于要通车了
首先我先讲了淡江大桥通车后带来的效益是：一、打通八里跟淡水；二、让淡水区能够纳入高速路网，而对淡水、三芝跟八里这3区域影响的房价是淡水区直通台北市，房价已经提前反映了竹尾已经中古一坪5字头新案都要7字头。B 三芝区交通虽然有点改善，但是因为它基础建设还是太弱了涨幅会非常的有限，而且那边的老房子，你看建商最准了，建商在三芝就没有要开新案的意思，表示他们这样算一算之后也发现这个可能会赔钱，就不做。C 八里区，那因为交通大幅度的改善再加上环境优美，其实就没什么人了，有的话也是台北港那些重车嘛，然后房价还是很平易近人，有机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那我的结论是说，如果你现在才想进场淡水八里没有不行当然追高的风险不小，比起赌淡江大桥带来的不确定的利多你去那种确定就保证会起来的地方，例如我常常在看常常在讲，我现在在这边生活的高雄，明确利多而且价格还算亲民的地方，这样我个人认为是更加的稳健那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以下3个地区哪一个地方未来5年的涨幅会最凶？ A 淡水， B 八里， C 三芝。应该没人会选三芝吧？应该是这样吧。那大家看一看，大家的共识都是说那个淡水应该它该有的生活技能还算有，对不对？那应该会很有机会爬起来。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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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像这种叫做重大的国家公共工程建设那这个淡江大桥它终于要通了，那终于要通了，我跟你讲，我们一般寻常老百姓屁民我们都知道，建商一定知道所以都怎样，都给你来个提前反应大法，真的都是这样提前反应那你去看现在淡水跟八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建案就直接来打说那个淡江大桥通车以后的利多，都提前反应了，这也是我说就很容易会去追高的地方。但是你在前几年你要买这也不对，因为你就不知道那个淡江大桥到底是要怎样所以说我们的观察是，你要嘛你就是很笃定，你有一些内线的情报或自己做功课的消息，你早就在那边蹲了，那你要嘛你现在就去追高，追高没有什么问题那你就是要拿时间来换，你就会在可能要放了5年10年以后你就看到其他地方就一直毛起来涨，然后你自己又不太动的，你要能忍受这个东西，那你就去忍受。
我自己是比较不想，因为这个淡江大桥开通哦，的确是一个很重大的建设来讲，但是你说要它能造就什么房价的奇迹，我个人认为，至少啊，就我现在的判断，我个人认为也还好，因为全部都是要进台北市的啦。那进台北市打工的人群哦，那个当然它有舒缓一点点而已，还不到说，直接有一个什么，比方说那个直接有一个对交通哦有一个很大很重大幅度的提升。目前看起来就还没有嘛，那个建商真的都在提前反应的哦。那某某建商他就是写了什么淡江大桥通车利多，然后有些建案哦直接给他拉到7字头，在淡海新市镇那边呢7字头呢，对啊，所以台北的炒作力道还是很猛。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台北钱太多哦，那看哪边哦，哪边有个利多哦，那个钱就灌进去，然后就直接就是形成一个泡沫哦，直接形成一个膨胀。我真的是认为，像高雄这个地方，每次有高雄的新闻就是被酸，就什么旗山猪啊，说爱河福斯啊，一大堆就是被酸，被念，就是这样。那可是高雄的建设就实打实，你就看它就在盖了，然后什么时候要好，什么通通都有。那盖什么？盖就是它引入招商用的，很明确的答案，都不用猜哦。所以啊，我真的是认为做高雄房地产自产的难度极低啊，真是极低啊，不是说我厉害，功课做很多，是。你真的有来做功课，你就发现高雄房地产真的是有。我换一个方式表达，就是说我们是海岛国家嘛，对不对？海岛国家，然后一个海岛国家的全国最大商港高雄港，它旁边的都市那不是首都就是国内第一大城啊，这很合理啊。你是海岛国家，全球最大海港，对不对？全世界海岛国家没有像高雄这么拉扯的，所以。高雄啊，它未来的往上跳的幅度会很大，就不是锦上添花了，就反正我就看高雄然后目前为止高雄的表现一路慢慢的这样点上去，也没有让我失望，所以参考看看但是这个淡江大桥规模实在是太大，讲太久了特别来拍一集来讲讲看，就这样参考看看。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
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